高达盾牌那么结实，干嘛不用盾牌材料做装甲呢？这个问题啊，自打我开始做高达小闲聊系列视频以后，就看到有人问过。一开始啊，我以为这只是个别人会有的疑惑，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问题居然成了日经，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好吧，既然有这么多人问，那我就开期视频聊聊吧。其实这个问题啊，何止是在互联网兴起以后成了日经，就是从远古时代算起，就开始有东西在问了。当古生物们穿上厚重的甲壳，一副我天下无敌的姿态在海底遨游的时候，老天爷就贴心的送上了版本答案，有何鱼类，给他们了点 color to cc。 到了铁器时代，当骑士们穿上造价昂贵制作精良的板甲时，看似无懈可击的铠甲也有很多缝隙作为弱点，碰到了钝器那更是只恨自己穿着铠甲跑不动了。来到近现代时期，坦克的反应装甲强不强？为啥大多只给正面装呢？因为它太重了呀，太贵了呀，而且问题是都装上了，你也不是无敌的呀。投资回报比低不说，还减少了坦克能执行的战术种类。说白了，自古以来的攻守博弈向来都是攻击方会很容易超过防守方，叠最后的甲挨最毒的打，用来形容叠甲人啊，那是再合适不过了。看过这些历史上的例子以后，相信还会有人认为高达这种高推力高科技的东西是不能跟那些历史遗物做对比的。那么咱们再来讲讲高达啊。首先要确定的是，不止屏幕前的一些朋友想把高达身上插满盾牌，其实机设师们也想过，不过他们都是通过给机体外加装备来实现全覆盖的样式。它的优缺点很明显，而且与用盾牌来造高达这个理念啊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不讨论它们了。就说最普通的高达吧，大家之所以会觉得盾牌可以当做外甲，大概率啊就是把盾牌想象成冷兵器时代人类所使用的那种铸铁盾牌了吧。其实高达的盾牌啊，并不只是一块大铁坨子而已。咱们来看一下联邦盾牌的横切图，你会发现它除了表面使用了和外甲相同的高达尼姆合金，里面则是使用了其他能够吸收冲击力以及迅速导热的材料，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或缓解敌方的攻击。而且就算是这样啊，实战中的盾牌也基本算是消耗品，除了能适当抵御实弹，遇到高爆炸药或者是高能光束武器，基本都是秒破盾。就是说从结果上来说啊，你就算把高达身上弄满盾牌，遇到高能武器一样玩完。这还不说盾牌的散热问题难以解决，挨上几发就烫得不行。而且由于工艺问题，想要加工成高达身上那种多面形状，难度也是很高的。而且这种盾牌结构基本上与很多精密元器件是不兼容的，根本就不适用于做外甲。再加上盾牌的重量其实非常大，如果想把这种结构用于全身，高达的机动性基本算是所剩无几了。而这玩意儿呢，又提供不了什么较好的保护，那你开这玩意儿出去，它不就是当活靶子吗？这时又有小伙伴问了，说看高达 C 的中的盾牌，那真是金打有金踹，可不像 UC 盾牌那么脆弱啊。其实这就牵扯到动画表现力问题了。CID 的很多设定其实是与 UC 异曲同工的，你要是看设定集就会发现，CID 中常见到的基层装甲盾牌，实际上与 UC 的盾牌是有一样的优缺点。就算增加了反光束涂层，在面对高能武器时按理说也是扛不住的。不过嘛，这里就不得不说 CID 的演出还是太偶像剧了。为了凸显主角团的神勇，给观众提供情绪价值，经常会出现编剧玩嗨了的情况。比如木叔的盾可以在阳电子炮的照射下，坚持到主人几乎快念完台词。这还没完，第二季木叔还要被直接拉起来复活，阳电子炮仿佛直接成了笑话。然而按照设定集中对阳电子炮的叙述，应该是打到强袭身上，直接把强袭给吹成灰了，然后还要把后面大天使号的剑桥也一起扬了才对。所以说看 CID 的话，只要心里看着舒服就行了。它虽然有很多作画还是按照设定来的，但也难免出现会开后门的情况，这个就不要计较了啊。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世界中不起眼的机枪加农炮放现代是个什么水平？在高达剧中，自 RX-78 元祖高达登场那一刻起，无论是他手持的光束步枪的表现，还是他在扎古豆豆枪中搓澡的画面，都给人一种扎古豆豆枪能干啥呀的感觉。可这些用高科技打造出来的人形机甲，手中的武器真的那么弱鸡吗？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拿成了。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迭代到了扎古2上最常见的豆豆枪120毫米扎古机枪。经常有人吐槽这个口径怎么说都得是炮吧，那是以人类的身高比例做参照，放到扎古这个体型下，它就是枪。该机枪的射速能够达到280发米，可是在高达剧中呢，它也只能给元祖拿来搓澡。当然了，说是搓澡，其实
这个口径的子弹打在元祖身上，就说破不了防，造成的震荡杀伤啊也是相当可观的。要是在驾驶舱周围落上几发，估计阿姆罗当时就得翻白眼了。而且说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想让我提一嘴高达的火神炮了吧？没错，高达的火神炮啊虽然不起眼，但它的科技啊也是挺逆天的。像联邦标准的 RX 系所使用的火神炮，口径为60毫米，装弹数600发，而这600发呢也基本上是1分钟不到就能打完。对比下现实世界中的 AK176M 舰炮，它的口径为76毫米，射速是120发每分钟，个头啊还有这么大。你再看看高达头部那火神炮才用了多大点地方，这还不说这600枚炮弹要放哪儿呢？这还没完啊，大多数火神炮使用的还是无壳弹，这就避免了在头部还需要追加抛壳的结构。虽然 MS 一般只是拿火神炮来拦截导弹，但实际上杀伤力啊还是相当可以的，在距离足够近的情况下，也能够给敌人造成有效的杀伤。更别提独角兽开启 NTD 以后还能打光束，那更是逆天啊！然后啊，再来说说加农炮，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就是陆战高达手里那把了吧？它的参数呢，我没有找到比较详细的，只知道口径是180毫米，这个大小已经超出了轻型巡洋舰主炮的水准，基本算是摸到了重型巡洋舰主炮的门槛了。结合剧中的表现，咱们可以称之为开山炮了。虽然这种火炮放在现代军事中也是比较常见，可是陆战高达那个加农炮啊，它不但可以手持，后坐力小，甚至还支持现场组装。要知道巡洋舰上的舰炮啊都是这个造型的，主要就是后坐力实在是太大了，必须要非常稳固的底座才能够稳住炮口。而陆高的这门加农炮不但实现了装备的模块化，这后坐力啊也不过只是需要高达跪下而已，这个反后坐力科技也是相当先进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如何组合出一台最强的高达？现在高达作品出了这么多了，每一座机体啊都有自己的特点，有擅长切兵线的，有擅长打要塞的，有操控方式比较拟人的，有机体限制了驾驶员的，还有专门重启世界的。如果我们将这些机体的优点聚合到一起，并假设所有的技术都能兼容，如此造出一台完美的高达会是什么样呢？今天就让我们来随便歪歪一下吧。造一台高达，首先要从内部的结构开始。那么最佳的选择，我认为就是独角兽的全精神感应框架，可以直接读取驾驶员的脑电波，进行各种细致的操作。同时呢，还能夺取对手浮游炮类武器的控制权。实在打不过了，还可以试试引发个奇迹啥的，算是兼具科学与玄学的最佳选择了。系统方面，在以精神感应框架为基础的同时，我们给驾驶员也配备了生物电脑，让机体与驾驶员的配合更加和谐。再配上零式系统，辅助驾驶员对战场局势做出预判，再配上自由高达的锁定雷达，便于清杂兵。然后呢 ，X 高达的贝塔机指挥系统也配上，让他们成为大型的浮游炮。如果觉得操作不方便，还可以往贝塔里边埋入哥哥姐姐们，让他们自行判断以及行动。最后以防万一，把导 A 系统也放进去，驾驶员不行的时候，就一切交给系统吧，开月光碟啥的兜个底儿。动力源方面，我们也优先考虑导 A 的坍缩炉吧，毕竟这玩意儿还是有很多未知性能没有解锁呢。我们这台高达要带动的装备太多，也就只有它能带动得了了，估计。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搭载太阳炉，这样就可以改变机体的重量，达到不使用推进器也能飞行的效果。哦，这么说来，团咱们系统也不能少，直接整 00Q 的，不但能超频，还能直接量子化。当然了，除了团咱们的短距离爆发速度以及远距离跃迁，还要考虑中距离的迅速推进。这个时候就需要米诺夫斯基推进器出场了。为什么不用 C 的系统的光辉传递者呢？因为米推不但有光翼，速度快，而且它的光翼还能当武器，这样更全能一些。然后是机身，我们选择高达 W 的高达尼姆合金，非常结实耐打的同时，还能将本体重量控制在10吨以内，以保证这银离子超频耗干以后依然有充足的机动性。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给外甲通透电，达到 PS 装甲抵抗实弹的效果，再在装甲表面涂上铁血的反光束涂层，最后再在机身上配置 GN 立场生成器。这样的外甲想要打穿，至少要先用强光束武器破 GN 立场，再使用实弹武器破反光束涂层，再用非常强力的光束来破具有 PS 装甲性质的高达尼姆合金。只要驾驶员不是3流技师，应该都不会同时被这些武器打中的吧？当然了，打中也没事儿，我们可以给装甲再加入导 A 高达的纳米科技，形成纳米皮肤，使其拥有知性，进行自我修复，并根据伤害来源协调 PS 装甲与涂层之间的作用力度，这样就安全多了。武器方面 ，DX 高达的月光炮肯定是不能少的，零式飞翼的双管步枪也保证了手持武器的出力，腰间的效仿自由放2
磁轨炮，双手两侧呢则配上加特林，保证实弹输出。头部放一个 ZZ 脑浆炮，方便驾驶员头看向哪就能打哪。背后再配上一对翅膀，保证华丽度的同时，还能搭载小型浮游炮搞偷袭。同时，背包也支持光子鱼雷的使用，保证一定的魔法输出。腿上也搭载上导弹舱，确保有中距离激光制导武器可以使用。正面也配上光束刃吧，万一需要踢人呢。最后后勤方面配上 AGE 的黑科技 3D 打印，战场上发现需要什么特殊装备时，赶紧打印一份带上，这样机体的特化问题也能解决了。至于这个组合出来的高达长什么样，因我的 PS 技术实在是搞不定，看看评论区有没有大神能 P 出来吧。这时可能有人问了，百密必有一疏，如果高达就是没打过对面，导 A 系统又被对面针对了，怎么办？那这样吧，咱们再在驾驶舱里边放一个多蒙，如果发现形势不妙，直接放多蒙出去把对面给手撕了，这样就完美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以当今的科技水平，能造出一台什么样的高达？昨天咱们畅想了一下，把所有高达世界科技打通，能组合出一台什么样的高达？有的小伙伴说了，别整那些虚无缥缈的，你就说以当今咱们人类的科技水平，能造一台什么样的高达吧？问得好。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个问题。在到高达之前，咱们先要想明白一件事儿，就是咱们的高达造出来是要应用于什么场景的。首先看看陆战，造一台用于陆战的高达，最大的问题就是材料和操作系统。材料方面，咱们就拿元祖高达来说吧，使用了月神钛合金，头顶高度18米，全备重量为60吨。给大家对比一下啊，美国 M1A1 主战坦克车体长8米左右，重量也是60吨左右，能感觉到高达有多轻了吧？这还不是逆天的，比如全高19.7米的独角兽，本体重量只有23.7吨，全备重量也才42.7吨。不得不说 UC 科技是真逆天了。而如果把高达躯干看成一个小坦克的底盘，你会发现啊，背包刚好可以视为坦克的炮塔，也就是说啊，光本体这个小坦克可能就已经相当于当今40-50吨的坦克了，四肢和头部的重量都不用算了。最可怕的是，这种材料还能支撑高达走路、跑步，甚至是跳跃的动作，这关节承重水平简直是难以想象。而且你再想一想啊，这么高的一块大铁坨坨，操作系统还要保证它能够进行直立行走并稳定重心，好像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说就别提着弹面积这些实用层面上的事儿了，就光是造一个能独自站立并执行大幅度跑跳运动的18米机器人，这就已经是天方夜谭了。所以以现在的科技术，陆战用的高达还是别想了。那么水战呢？高达在水中作战基本就已经是个笑话了，因为水的阻力非常大，想要高速移动，对外形的要求就很高了。所以就算是高达作品中，也基本会创作流线型的水用 MS， 就算让高达下水，也得是有可变形机构的才实用一些。但一提到变形，那对材料和相关技术的要求就更高了，不如直接造潜水艇了。所以水战也别想了。那么空战呢？其实咱们刚才一直还都没讨论高达动力的来源呢。大多数高达作品中的动力炉都是核聚变炉，就算是 C 的那种裂变炉，那能源转换效率也是黑科技级别的，咱们就别提研究了。就连核炉小型化问题都没法解决，那你说就搞电池机吧？看看咱们现在那些冬天掉电飞快的新能源汽车，咱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所以想在空中飞行还是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装上大型的推进器，灌满燃油，然后在天上当窜天猴。在推进系统和能源系统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前提下，那还是不如飞机好使。最后就只有一个去处了，那就是宇宙里了。毕竟高达设计之初就是用来宇宙战的，宇宙战争的机器也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没有了重力的束缚，关节方面的压力也会小很多。而且虽然咱们完成不了核炉的小型化，但咱们可以完成 MS 大型化呀，造一个100来米大块头就能用上现代科技的核技术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考虑外形了。由于太空中不存在什么空气动力学，而且形状越趋于对称越容易掌握姿态，以免陷入在太空中转圈圈的情况，所以腿最好是别装，毕竟咱们可研究不出什么 AMBAC 系统。那么为了对称，既然腿没了，头也就不能要了，直接装一些摄像头就可以了。机械臂的话还是可以保留的，毕竟可以适配不同的武器，还能进行太空作业。最后再给头顶上装一个无后坐力的主武器，就可以完成太空作战的基本需求了。所以咱们现在如果要造高达的话，就委曲求全下，做个直径100来米的铁球吧，这才是现代科学下的版本答案呀。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